听说在外征战的姐夫收了一个女将军。阿姐掩面哭泣，问我的意见。离，他离我也离。阿姐凤冠霞帔，嫁入镇北侯府的那日，我也成为了侯府二公子的新娘。阿姐说，苏家的姨娘们你对付不了，同我的一起嫁了，起码护你周全。如今阿姐心灰意冷，要和离，我立刻回房收拾细软。阿姐和离，我更没有本事留在侯府了。谁知那放荡不羁的燕云晨赤红着双眼将我拦在床边，大哥屋里收了人，我又没收，不许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镇北侯府出了一件大喜事，侯爷燕素臣北征半载，终于传回了大获全胜的捷报。前来报信的信使口才极佳，在前听说的眉飞色舞，我与阿姐坐在屏风后也听得津津有味。侯爷用兵如神，杀得敌军丢盔弃甲。陛下龙心大悦，此番封赏必定厚重。信使的声音慷慨激昂，描绘着千里之外的沙场铁血。然而他话锋一转，那女将军美得很。那女将军为侯爷做羹汤，大家都劝女将军从了侯爷。我正听得入神，却察觉身旁阿姐的目光凝滞，偷偷看了一眼阿姐，正好对上阿姐那看似伤心欲绝的眼神。她没有说话，猛地站起身，衣袖带翻了桌上的茶盏，清脆的碎裂声惊醒了沉浸在对英雄美人遐想中的信使和仆役。他头也不回，径直向后堂走去。我心中一紧，立刻起身追了上去。他用手帕擦拭眼泪，我要和侯爷和离。离。我接过干净的手帕，干脆地答道：那你呢？我也离。我不假思索道。阿姐朝着书房方向走去，那里有笔墨纸砚，足以写下和离书。我回房间收拾细软，正经银钱没有多少，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倒是不少。自从我俩嫁过来，姐夫深得圣心，又打了不少胜仗，得了许多赏赐。姐姐每次总是让我先挑，金银珠宝我不爱，就挑那些没见过的小玩意。这一点和我那放荡不羁的二公子郎君不谋而合。他总能弄到些新鲜有趣的物事来逗我开心。阿姐身为侯府主母，打理偌大家业，劳心劳力，我什么也不会，又帮不上什么忙。燕云晨便时常拉着我，美其名曰增长见闻，实则便是带着我勾栏瓦舍听曲，茶楼酒肆品肴，市井街头寻宝。东西给我买了不少，可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如今他也带不走呀。算了，捡着贵重的带走。至于其他，阿姐自会有安排。其实我与阿姐并非一母所生，虽同为苏家嫡女，我的娘亲却是父亲的续弦。阿姐的娘亲听闻是生了一场大病，要15龄而去，而我的娘亲命运更为凄苦，因为难产而死。死了娘亲，父亲便再也没有续弦，但府里的姨娘却一个接一个的多了起来。那些姨娘们仗着父亲的宠爱，对我动辄打骂，可是她们却不敢欺负阿姐。阿姐有周姨娘护着，周姨娘是最得宠的，也是阿姐母亲的陪嫁丫鬟，自小服侍阿姐。她把阿姐当亲女儿，但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府里都是看人下菜碟，我无手足，无娘亲，无一个亲信，只有10岁，连贴身丫鬟也不愿意跟着我。直到那一天，阿姐牵着我的手，在所有姨娘和下人惊诧的目光中，将我接进了她自己的院落。往后，书娇同我住。她只说了这一句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贴身丫鬟也假装没有抛弃过我，悄悄回来跟着我。那日，阿姐第一次来阅信，她悄悄告诉了我，我刚懵懂地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时，孙姨娘的大女儿，也就是我的二姐姐，非要拉着我去参加侯府的马球赛。我知道这球赛名义上是给侯府老夫人庆生，实际是给燕侯爷，我未来姐夫选夫人。我只跟着阿姐骑过一次马，定是不能参加球赛。可二姐姐存心要让阿姐难堪，竟当众邀请正直不变的阿姐上场。为了不让苏家颜面扫地，在阿姐蹙眉之际，我站了出来。阿姐身子不适，我替她。那马儿真不好驯服。我从前骑的时候，她很慢，阿姐牵着她，她也很温柔。可是那日，她就像变了一个马，她的力道很大。
我开始被他颠得很痛，良久，我才知道要配合他。他跑起来，我的腿要使劲蹬一下马凳，这样就不会痛。这感觉竟与后来和燕云晨的初次有着某种荒谬的相似，同样是陌生的、不受控制的，带着痛。许是运气使然，我最终竟赢了那场球赛。因为燕云晨那个纨绔子弟上场前不知喝了多少酒，马儿跑起来了，他打到最后竟然吐了，吐到下了马，吐到我赢了，吐到我姐被姐夫相中。苏家祖上科举出身，历经几代沉淀，朝中清流扮出苏氏门下。镇北侯府一门武将，军功显赫，他们需要一个门当户对的家族，一个清流世家来稳固朝堂声望，增添文墨底蕴。我父亲吏部尚书，我阿姐高门贵女。燕素臣虽性子冷峻，不苟言笑，但她有权、有钱，有足以令京城贵女倾心的容貌。阿姐嫁过来就是当家主母，姐夫是男人堆里的翘楚，阿姐便是女人堆里的第一。彼时我年岁尚小，本不急于婚嫁，但阿姐深知我在苏家无依无靠，唯恐她出嫁后我再度受人欺侮，便一心要为我也寻一门稳妥的亲事。她的婚事关乎家族，自己做不得主，而我的婚事，阿姐却为我争来了几分自主的权利。我选了燕云晨，多亏了他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喝酒上场，吐得摔下马，才阴差阳错的让我赢了比赛，保全了阿姐和苏家的脸面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是姐夫的亲弟弟，嫁给他就相当于嫁给了姐姐。去了侯府，姐姐自会护我一生。况且平心而论，他即便醉酒呕吐，那翻身下马的姿态倒也还算利落俊逸。也不知阿姐用了何种法子，竟让那位冷面侯爷燕素臣点头，应允了他弟弟娶我。周姨娘打趣说道，他们侯府倒是得了便宜又卖乖，二姑娘是嫡出，侯府二公子是记在了侯老夫人名下，说到底还是庶出。庶出怎么了？那丫鬟嘴快回道，二公子可是常伴圣驾游猎的人物，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呢。是，两位小姐都嫁得好，一同过去，正好相互有个照应。周姨娘瞥见我的身影，立刻转了话锋，脸上堆起勉强的笑。我知道她并不喜我，但我并不在意，只要能与阿姐在一起，便什么都好。至于燕云晨是不是纨绔公子，于我而言并不重要。那日凤冠霞帔，姐姐美得跟天仙一样，我依着姐姐的样子打扮起来，幻想着自己能与她一般光彩照人。我独自坐在婚房里，顶着沉重的盖头，听着外面的喧嚣从鼎沸渐至沉寂。燕云晨的狐朋狗友太多了，他喝了好多酒，我想他内心大约也是不情愿这门婚事的吧。就在我困得几乎要歪倒睡去时，房门被吱呀一声推开，娇娇，他的声音带着微醺的沙哑，倒不嫌惹厌，你饿不饿？话音未落，他竟然直接伸手，徒手掀开了我的大红盖头。骤然的光线让我眯了眯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他带着醉意却异常明亮的桃花眼。他递过来一碟精致的点心，是我最爱的桂花糕。先垫垫。他又转身端来一碗上温的羹汤，里面竟还有几块炖得软烂的肉。我确实是饿了，拿起来桂花糕就吃了起来，吃得满嘴渣渣。真是一个可心的人啊！燕云晨冷不丁地叹道，语气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意味。我塞了满嘴糕点，闻言抬头，正撞进他那双含着3分醉意、7分邪魅笑意的眸子里。慢点吃，他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声音愈发低沉温柔，吃饱了才好干正事。话说的缓慢，动作却带着几分酒后的急迫与鲁莽。话音未落，竟已解了自己的外袍，随手抛在了一旁的椅背上。我强忍着羞怯，他却依旧不得其法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带着几分委屈低声道，都说二公子流连花丛，怎地与传言全然不同。这话似乎刺痛了他某根神经。下一刻，我眼前一黑，痛，眼泪不争气的就下来了，比骑马痛多了。燕云晨比我那日骑的马还烈，横冲直撞，幸亏进程快些，要不然我就痛死了。完事后，他拿着那方洁白的圆帕，在红烛下翻来覆去的查看，眉头微蹙，
像是在寻找什么。我不知所以，侧过身轻声问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他的目光却倏地落在我身前，那直勾勾的眼神带着一种审视，让我心头莫名一紧。他突然上手，我心里一惊，不会又来了吧？这次我会轻些。他忽而又来，温热的气息拂过耳畔，带着诱哄的意味。我只能呢喃着同意。燕云晨听到的回应越发来了兴致，不过这次一点都不快。几次后，他或许体力不行了，竟引着我主导。老天爷，我不会。良久，才依稀找到些许韵律，如同那次马球会上勉强驾驭马匹一般，声色艰难。直至后半夜，他才沉沉入睡。门外的丫鬟帮我洗漱，我羞愧难耐，打发他们出去自行清理。红儿却立在门口，欲言又止。还有何事？二夫人，原怕……不等红儿说完，熟睡中的燕云晨突然惊醒。不懂规矩的东西！他声音带着初醒的沙哑和不悦，明早再来取。扰了爷的清静，仔细你的皮。说着，他一把将那原帕塞到了枕下。红儿吓得立马跪下，是奴婢的不是，奴婢这就退下。红儿退出了房，我却睡不着了。我不傻，燕云晨明显不对劲。我想起来，周姨娘嘱咐过我，女子第一次都会落红。看着燕云晨沉沉的睡去，我才从他胳膊下小心翼翼地抽出来帕子。怎么是白色的？说着，我就坐起来哭了起来了。呜呜，我哭得好大声，明明我是第一次。燕云晨明天不会把我扔回去苏家吧？许是我的哭声惊扰了他，他手臂一伸，将我揽回怀里。他的手心带着薄茧，安慰着我。哭得这般伤心，他的声音带着睡意，模糊不清，却仿佛一句无奈的叹息，倒像我不是第一次一样。可是我剩余的疑虑还未出口，便被他以吻封缄。他人高马大，轻易便将我揽过。我信你，他在我耳边低语，气息温热，带着一种令人心安的笃定，随后便沉沉睡去，手臂却依旧将我圈在怀中。他就这样用他的方式将我护在了身后，替我挡开了侯府的那些流言蜚语。他本就是个不守规矩的人，跟着他，我竟也奇异地从那些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。本来我还想问他，为什么新婚夜如此信我，如今都要走了，也不用问了。我将屋内属于自己的物时一一清点，古董花瓶、蛐蛐罐、骰子、画本戏谱，除了那些他送的首饰，竟寻不到多少现银。我可真是败家。望着这一屋子无用之物，我不禁喃喃自语，怎么就败家了？带着湿气的声音自身后响起。燕云晨推门而入，一身墨色长服被雨水浸透，紧贴在身上，清晰地勾勒出精悍的身形。他含笑的桃花眼落在我身上，微微一怔。回来的真不巧，我压下心绪，装作镇静地指着满是零碎，银钱没攒下，光买了这些。谁说没攒下？他牵过我的手，行至书案旁，拉开一个不起眼的2层匣子，坐下，顺势将我揽入怀中。第1层是厚厚一沓银票，再抽开第2层，地契、房契、田契赫然在目。东西我都给你备着呢。他低笑，气息拂过我耳畔，真当我只会玩世不恭？我只敢拿几张大银票。都拿走，都是你的。燕云晨大方地说道。不用了，这些就够了。我想从他怀中起身，却被他箍得更紧。他的目光扫过榻边打包的衣物，脸色倏地沉下，手臂猛地收紧，身体的热度隔着衣衫传来，声音带着一丝危险的沙哑。娇娇终于舍得搬去我院里了，我帮你收拾。我挣不开，只得用手抵住他滚烫的胸膛。云晨，你误会了。我转过身，迎上他瞬间冷下的目光，艰难道：我是要和阿姐一起离开侯府。侯爷他收了人，阿姐决心和离。他猛地将我自腿上放下，脸色灰暗，这与你何干？我自然跟着阿姐。我声音渐低，心虚不已。他胸口剧烈起伏，修长的手指抬起我的下颚，迫我直视他冷若冰霜的俊颜，剑眉紧蹙。娇娇，他语气轻柔的可怕，方才说什么？爷没听清，再说一遍。我深知他自称爷时已是怒极，恐惧攫住了我，
令我噤声。见我不语，他将我抱至床边，大哥屋里的事与我何干？我又没收人，你不许走。那一夜，他未曾用饭，也未肯放过我。我哭哭啼啼，他却不知疲倦。不走，我不走了，嗓音哭到嘶哑，他才精疲力尽地拥着我睡去。翌日天未亮，他便醒了，不安分的手将我惊醒。你怎么起来这么早？我睡眼惺忪，怕你趁我睡着溜了。他手下未停，我慌忙按住那只大手，声音沙哑，带着未干的泪意。我不走，真的不走。他气息灼人，再试一次，才知道是不是真心。燕云晨看出我的小心思，他似乎下了极大的决心，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。不合离的话，我把我的所有都给你。他将那匣子里的银票、地契、房契尽数取出。我望着那沉甸甸的所有，再对上他眼中不容错辨的决绝，心头一酸，泪眼汪汪地扑进他怀里，声音因前夜的哭喊而沙哑。夫君，我坚决不走了。燕云晨这才不得不急匆匆离家，今日要陪陛下狩猎。他走了半日，我这散了架的身子才勉强攒起些精神起床。若不是阿姐亲自来催，我恐怕能直接睡到日暮西沉。太累了，我揉着酸痛的腰，忍不住向阿姐抱怨：燕家男人都这般，你身上都有些淤青了，云晨比他兄长还不知轻重。大哥也，我自幼的八卦心思又被勾起，你连他也敢编排了？阿姐嗔怪地轻轻拍了下我的头。阿姐，那你也挺苦的。我小声说，侯爷是个冷性子，嘴巴又不会说，力气又大，阿姐肯定吃了不少苦。更何况那位丧夫后便一直觊觎侯爷的嘉宁公主虎视眈眈，如今征战半年又收了一个女将军，真是内忧外患。他本就不爱我，娶我不过是为了苏州两家的联姻，朝堂上的事他也从不对我细说。阿姐替我拢好衣衫，神色是前所未有的决然。收了女将军也好，他们同仇敌忾，相辅相成，不像我一个内宅妇人，终日困在这四方天地，只会管理这些琐碎内务。阿姐，这只是信使的一面之词，要不等姐夫回来问清楚。我试图劝解。怎么？阿姐目光锐利地看向我，你舍不得燕云晨了？若如此，我自己走便是。不，我连忙否认，扯开衣领让他看我颈间的红痕，嗓音依旧沙哑，我才没有舍不得他。你看看我，连觉都睡不好，嗓子也成了这样。这话虽有些夸大，却也是实情。阿姐立刻站起身，斩钉截铁道：这侯府没一个好人，我们必须走。那总得吃了饭再走吧。我小声提议。折腾一夜，又累又饿，腹中早已空空。折腾了一宿，又累又饿。我大口吃着燕云晨临走前特意吩咐小厨房备下的早膳，样样都是我心头所好。这小厨房早已被他带来的厨子们仵作的极其合我口味，山珍海味、民俗小吃、地方特色，见过的、听过的，他都寻了来。光是厨师都配了7、8个。说来也怪，他的口味竟然和我一模一样。只是这一走，日后怕是再难吃到这般合心意的美味了。吃过饭，阿姐便拿着2份誊写好的和离书过来，将其中1份塞到我手里。阿姐，真的要走？莫言再问，留在一个不爱我的身边，就是消磨生命。阿姐说着，就将我的和离书递给我，放他书桌上，等他回来签字就行。虽然我知道燕云晨不会签，但还是依言照做，将那纸和离书压在了他常看的书下。阿姐，细软我都收拾好了，燕云晨他给了我很多。我拿出枕边那沓家产，这个庄子不错，离京城也远，我们就去那里暂避。我从中挑出1张地契递给阿姐。阿姐看了一眼，点头，好。我们2人不再迟疑，当即吩咐下人套车装行李。侯爷还在回军的路上，燕云晨陪王伴驾，没有几日绝回不来。府中管事见大奶奶去意已决，2位男主子又都不在，哪里敢强行阻拦？只能眼看我们姐妹2人拉着几马车的东西和人走了。没错，我不光带走了自己屋里的宝贝，还
偷偷拐走了燕云晨7个厨子。想来给他留一个应该够用了吧？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燕云晨名下的这处庄子，虽地处京郊，算不得繁华，但也绝无半分寒酸之气。屋舍俨然，田亩肥沃，邻近的镇子集市也热闹，该有的生计营生一应俱全。阿姐苏淑兰仿佛终于找到了施展抱负的天地，褪下侯府主母的华服，她换上了利落的常服，眉宇间熠熠神采。她带来的那几个从苏家陪嫁时就跟着的壮硕家丁，此刻成了维护庄子安宁的最佳人手。不过几日功夫，她清点了庄内所有人员，摸清了每一亩良田的底细，重新分派活计，订立规矩。原本还有些散漫的庄户，在这位新主母清晰明确的指令下，很快变得井然有序。而我苏娇娇则安心安置我带来的那群累赘。燕云晨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搜罗来的7个厨师们，人确实多了些，光是另辟地方，多置办几口灶台，采买1阴锅碗瓢盆、米面粮油，便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看着账面上花出去的银子，我不禁苦笑。燕云晨为了口吃的，真是挥金如土。这些厨师的手艺自是没得说，只是让他们困在我这小庄子里，日日只为我们姐妹2人忙碌，未免太过浪费人才，我也实在养不起这许多闲人。一个念头偶然浮现，何不试着卖饭？本只是无奈之下的尝试，定价也极为亲民，没指望能成什么事，只求能稍稍贴补些用度，让他们自己能养活自己便好。谁知开张不过几日，生意竟出乎意料的火爆起来。大约是厨师们的手艺确实远超这10里8乡的水平，加之价格实惠，名声一传10，10传百，竟引得方圆10里的人们慕名而来。庄院门口临时支起的摊棚前，时常排起长队。虽然赚的不是什么大钱，但核算下来，竟略有结余。这竟我心头莫名生出一丝踏实感，这是依附于侯府、依附于姐姐时从未有过的体验。阿姐那边亦是成效斐然，她精心打理田庄，地里的庄稼一日比一日精神茁壮。她又盘下了镇上2家位置不错的铺面，一番整顿后，生意也渐渐红火起来。虽然一切才刚刚起步，但看着井井有条的田庄，闻着空气中弥漫的食物香气，看着账本上渐渐增多的数字，心里莫名的感到安慰。没有男人，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北征大军凯旋，旌旗招展入京城。燕素臣先入宫述职，应对从容，言语简练，将半年战功与边境布防交代得一清二楚。直至宫门落钥，他才踏着暮色回到镇北侯府。管事领着下人在门口跪迎，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恭迎侯爷回府。燕素臣目光扫过众人，未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心下已是一沉，面上却不露分毫。起来吧。他声音平淡，将马鞭递给随从，大步踏入府门。他没有先去书房，也没有回自己的主院，直接去了2房院子。院内静悄悄的，只有几个粗使婆子守在门外，见他来了，慌忙跪地，头埋得极低。夫人呢？他问，声音在寂静的庭院里显得格外清晰。管事跟在他身后，冷汗涔涔，硬着头皮上前一步，双手呈上一封火漆封口的信函。侯爷，夫人，他在您回军途中已携二奶奶离府，这是夫人留给您的和离书。空气仿佛瞬间凝固。为何？燕素臣低吼。大哥，先把你那女将军带来我瞧瞧。不等管家开口，闻讯赶来，借着酒意埋怨到底是如何貌美，让大哥专门让信使传话回来。他扔掉手里的酒瓶，一个嘉宁公主你都对付得举步维艰，还跑出去勾搭女将军，他是因为这个走了？燕素臣倒没有想到是这个理由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你娶的什么女将军？燕素臣眼神坚定，心下却是一震，未料到妻子因此离去。你没娶，那信使怎么说你收了人？与你说不清。你夫人呢？也走了。燕云晨声音低沉。无用。燕素臣转身便走，他心中已有方向。而此时京郊庄子里，我正嗑着瓜子，惴惴不安。阿姐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找到我们？阿姐翻着账本。怎么，想你家二爷了？
阿姐看着账本，头也不抬，身上的伤才好，就又……我没有，情急之下将瓜子皮扔了阿姐一脸。啧，被我说中了吧？阿姐抖抖衣裳，语出惊人，走，带你去喝花酒。喝花酒？我眼睛突然就亮了起来。阿姐，这还是你吗？我又是怎样？身份高贵，大家闺秀，头脑聪明，总之那些事和你扯不上关系。我不假思索道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许你和老二去，就不许我去。阿姐把账本扔给我，瞧瞧上面的金额。她起身伸了个懒腰，她不爱我，我自己爱自己，赚钱就是得花。喝花酒去不去？去，必须去。花月坊内，两位女公子出手阔绰。这老鸨有点为难道，女人倒是多得很，男人这些够不够？阿姐清清嗓子，声音低沉。老鸨看着两锭金子，喜笑颜开，这就为两位爷安排。这有钱人不一样。老鸨腹诽，幸亏备着呢。一盏茶的功夫来了3个，齐齐整整地立在我和阿姐跟前。我有点害怕，连忙关起来房门。阿姐，你不会来真的吧？阿姐只喝了2、3杯就睡了过去。我又带不走她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听曲吟诗。其实也没意思，要不是阿姐要来，我才不来。之前燕云晨带我来过，那这女人琵琶弹得很好，桂花酒也很好喝。每一次燕云晨都和那些达官贵人商议偷鸡摸狗的事，我实在听不懂，只能听曲喝酒。后来酒量也上来了，不过男人递的酒倒是第一次。公子，再喝一杯。那男人竟然热得去掉了外衣，只留一层薄薄的纱衣。这么冷的天，可别冻得染了风寒。我刚伸手准备给那男人穿衣，砰！房门被燕云晨一脚推开。苏书娇，燕云晨的声音沁入我的心田，我的心狠狠一颤。他追来了，还追到了花楼。我完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他抓住我还停在半空的手，眼神很是凶狠。你出息了，女扮男装。我没有，我小声辩驳，我只是怕他染了风寒，我继续挣扎。你倒怪好心的。燕云晨被气笑了，那几个男人也吓得立即下跪，一个个头也不敢抬，因为燕素晨竟然也来了。舒兰呢？燕素晨声音寒峻，一脚踢开挡路的男人，玄色衣袂翻飞间已端坐主位。滚！一个字，掷地有声。出去后若敢透露半个字，他眼风如刀，扫过那群发抖的男子，小心你们的狗命。男子们连滚带爬退了出去，生怕慢了一步便血溅当场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幸好没闹出人命，否则我这怂恿狄姐喝酒的罪名可就坐实了。在床上睡着了，我垂着头，不敢看姐夫阴沉的脸。一杯就倒，也敢学人喝花酒。燕素晨冷笑，俯身将醉醺醺的阿姐打横抱起。我不走，还要喝。阿姐在他怀里不安分，红的脸颊蹭着他的前襟。燕素晨眉头紧锁，终究舍不得用力禁锢。偏生阿姐最后力气惊人，眼看要挣脱，她只得将人放回锦榻。若是闹僵起来，明日侯夫人花楼买醉的传闻，怕是要传遍京城。于是乎，尊贵的镇北侯与风流倜傥的燕二爷，只得憋屈地守在烟花之地，等着侯夫人酒醒。燕云晨一把将我拽到膝上，摸着了？没摸着。我挣扎着想逃，却被他铁钳般的手臂圈得更紧。怎么？他俯身逼近，带着酒气的呼吸喷在耳畔，没摸着还不高兴？指节不轻不重，桃花眼里翻涌着骇人的猩红。我吓得立刻环住他脖颈，把脸埋进他胸膛。是阿姐硬拉我来的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他捏着我下巴，迫我抬头，见那双杏眼里水光潋滟，突然低笑出声：喝点酒，倒越发娇气了。滚烫的唇竟然亲我的脸。先前是谁哭着喊着说不走的？他抵着我额头哑声问。我喊的。我搂紧他，额头无意蹭过他的喉结，带着哭腔认怂：是我。燕云晨忽然心软，大掌轻拍我后背：不哭了，我在呢。怀中人让他想起马球会上那个倔强的小姑娘，明明连缰绳都握不稳，
还要替长姐出征。那时她穿着不合身的旗装，被烈马颠的泪珠悬在睫毛上，却死死咬着唇不肯认输。她故意引进整壶烈酒，在赛场佯装呕吐落败。京城笑她燕二爷草包又如何？总好过让个小姑娘当众出丑。正因见过她拼死维护长姐的纯质，后来新婚夜未见落红时，她连半分疑心都未曾起过。12岁就被烈马重伤过的身子，原怕不染血色再正常不过。倒是这小傻子举着白帕哭得打嗝的模样，让他既好笑又心疼。当时他便决定要护着这朵娇气又勇敢的小海棠，岁岁年年。今日必须跟我回府。燕云晨的吻烙在额间，带着薄茧的指腹划过几线。总要等阿姐决定，我扭身躲闪，被她更用力地按回怀中。她若不走，我自然也不能走。不行，她臂弯如铁箍，几乎要将我揉进骨血。成婚2年，你开口闭口都是阿姐。她突然抵住我鼻尖，桃花眼里浮起委屈的雾气。阿姐重要，还是我重要？这简直是送命题。燕云晨竟幼稚至此。你，阿姐，我支支吾吾不敢看她的眼睛。她忽然低笑，冰雪骤融，指尖轻轻刮过我鼻梁，语气软得不像话。罢了，不逼你。却转而扯住我衣袖晃了晃，可我的全部家当都被你卷走了。娘子这一走，为夫怕是要流落街头。我回去清点好就还你。谁要那些死物？他气息灼烫，我只要你。若实在不愿回府，他眼底闪过狡黠的光，你把我也烧上如何？横竖家底都被他搬空了，天涯海角有他的地方便是归处。可你夜里总，我揪着他衣襟小声控诉，脸颊烫得能煎蛋，我腰疼，大夫都说要静养。这也要怪我？他喉间溢出声闷笑，就怪你。我羞恼地捶他胸口，好，都怪我。他擒住我手腕，贴在心跳处，嗓音突然沙哑，往后我定轻些慢些，都依你。他未曾说出口的是，那日陪王伴猎时，他曾在林间扶着树干缓了许久。纵马追逐时，腿根都在打颤，最终连只野兔都没猎到。若不是前夜将他困在榻间反复，生怕一松手他就随苏淑兰消失，又何至如此？这没良心的小狐狸，倒先怪起他来了。燕素晨冷峻的脸看那2位，脸都黑了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在我无计可施，眼看要答应燕云晨回府时，阿娇、苏淑兰揉着太阳穴坐起身，醉眼迷蒙地环顾四周，方才那些奏乐的乐师去哪了？苏淑兰。燕素晨豁然起身，玄色衣袍在烛光下翻涌如云，一把扶住摇摇欲坠的阿姐。这一声惊得阿姐彻底清醒，待看清眼前人，指尖不自觉地绞紧了衣袖。侯爷怎么在此？我若不来，他怒极反笑，你可是打算将和离书直接递到宗人府？分明是你在军中先收了人。我收没收人？燕素晨握住他的手腕，按在自己心口，外人不知，你难道不知？掌心下的心跳急促有力，几乎要震碎胸骨。阿姐想要抽手，反被他十指相扣，按在榻边。男人挺拔的身影笼罩下来，带着北境风雪的凛冽。那女将军姓甚名谁？籍贯何处？需要我一一道来吗？你如何得知？你就这般想离开我？他喉结滚动，每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间挤出来的。这半年他在沙场浴血，他却在京中精心策划这场金蝉脱壳的戏码。阿姐忽然抬起头，积蓄半年的委屈倾泻而出，难道要等着看嘉宁公主凤冠霞帔进府？你们自幼相识，所以他丧夫，我就该休妻再娶。燕素晨打断他的话，眸中寒冰炸裂，我正军功是为请旨退婚，你可见过我替旁人请封过诰命？成婚2年，你不是处理公务就是……他耳尖泛红，声音渐低，哪像云晨终日陪着淑娇游山玩水。燕素晨怔了片刻，忽然俯身拭去他眼角的泪痕，操持侯府与苏家上下100余口，倒成了我的不是。他从怀中取出明黄卷轴，军功状在此，3日后我便进宫请旨与公主退婚。那你为何从不与我说？阿姐娇嗔道。他忽然将人揽进耳语，况且温热的唇擦过耳垂，我夜夜那般尽心尽力，夫人竟体会不出为夫的心意。啧，
听听这话说的，在一旁的我都听不去了。果然燕家的男人爱人的方式都一样。我也挺卖力的，你感觉到了吗？燕云晨缠着我问了一遍又一遍。尽心尽心。我羞得去捂他的嘴，你们两个莽夫。回到侯府的日子仿佛浸在了蜜罐里。阿姐眉宇间的清愁终于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被真心呵护的明媚。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姐夫学起他弟弟的做派来，竟如此青出于蓝。至于我，更是遭了殃。燕云晨这厮竟将狩猎失利全然怪罪到我头上。那日若不是夫人太过可人，为夫怎会腿软到连只兔子都追不上？他振振有词，大手已不规矩，这笔账可得好好算一算。我把那7个厨子还你。我慌忙按住他作乱的手。厨子。他低笑，温热的气息拂过耳畔。夫人当真不知，那些厨子本就是为你寻的。让为夫瞧瞧，这几日可曾清简？他俯身，声音暗哑，久别重逢，该好生奖励夫人才是。这般蜜里调油的日子没过多久，阿姐忧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。苏淑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嘉宁公主带着宫人闯进侯府，凤眸含煞。她将一名被缚的侍女支在地上，正是阿姐安排去勾引侯爷的那位，竟敢使人构陷朝廷重臣，该当何罪？我与阿姐齐齐跪倒，无言以对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辩无可辩。公主，这是镇北侯府的家事。阿姐挺直脊背，声音清冷。家事？嘉宁冷笑，若非你横插一脚，本宫才是名正言顺的侯夫人。素臣心悦的一直是我。心悦你？我忍不住抬头，一个仗势欺人的寡妇。掌嘴！公主怒极，2个嬷嬷应声上前。眼见蒲扇般的巴掌就要落下，我眼前一黑，竟吓得晕了过去。阿娇！迷糊中只听阿姐一声惊呼，接着便是厮打声、惊呼声乱作一团。再醒来时，已躺在熟悉的锦帐中。娇娇醒了。燕云晨紧握我的手，眼底满是欣喜。满屋仆妇齐齐道贺，恭喜二夫人有喜了。我正抚上小腹，忽然想起昏迷前的情形，阿姐呢？公主可曾为难她？人在侯府，除了我，谁也带不走。燕素晨的声音从屏风后传来，她正小心翼翼地为阿姐上药，指尖轻抚过她颊边的红痕。公主已被皇城司带走了。她声音低沉，若早几日将她结党营私的罪证呈给陛下，也不至于让你受这番委屈。阿姐握住她的手，眉眼温柔，无妨。燕素晨凝视着她，郑重许诺，从今往后，再无人能欺你分毫。5年后，侯府庭院，4个孩童嬉笑打闹，我和阿姐双双生下2个孩子。娘亲是我的，老大抱着我的胳膊，我的；老二抱着我的头，我的。燕云晨一把拨开2个小家伙，顿时哭声此起彼伏。能不能不要惹哭孩子？我很是无奈。不能。燕云晨理直气壮，谁都不能和我抢你，他俩也不行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